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摁关门键的时候没看到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谢谢。你几层？我19层。哎，你也去19层啊？啊，19层是我们律所，你是去咨询的吗？算是吧。那你有没有找到律师啊？没有。那你要不就咨询我吧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是我是替我同学来咨询的。对你同学，你同学，他喜欢艺术，所以他就拿家里给他上法学院的钱去学了艺术。现在钱要花完了，他想问家里再要一些，可是家人知道真相了以后就不愿意给了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我爸不同意，其实我妈是同意的，她从来都不勉强我。但我爸呢，他就是个暴君，他……我说的是我同学他爸。所以我同学就想知道，他该怎么样完成学业。他就差1年就毕业了，但是他爸死活就不掏1分钱。说句实话，因为你同学欺骗爸爸在先，所以老父亲悲愤交加，这算咎由自取。你是不了解我爸那个人，我爸那个人固执得很，全家都得听他的，连我妈都得听他的。我要是一开始就跟他说我不读法学院，去读艺术学院，他肯定暴跳如雷，早就不给我1分钱了。你到18了吗？我21了。那你就没有办法强迫你父母给你交学费了。我爸不愿意给，但是我妈愿意啊。这主要是我妈身体不太好，她很早就不上班了，所以钱都在我爸手里。当然也都是他赚的。我说的是我同学家的家庭情况。我明白。我就跟你说一点。虽然说你妈妈不上班不挣钱，虽然说钱都是你爸爸挣的，那也叫夫妻共同财产。不能说你妈妈没有上班没有挣钱，她就没有资格去花钱，没有资格去做任何的决定。即使他们离婚了，其中至少有1半的钱还都是你妈妈的呢。好，再见。我就是提供一点小小的可能性而已啊，并不是最终的，就是一点点可能。哎，主任。哎，爸，走吧，到我办公室。谢谢。你怎么能给他儿子出离婚稀产的主意呢？我知道这是他儿子的。我说丽娜姐，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就算你不知道，你不能随随便便给人家出主意让人家离婚呀！是他把他爸说的特别的专制，说他跟他妈长期匍匐于他的专制之下。这你也信？这个封家豪一点都不省油，他完全不懂得心疼他父母。他妈妈都病了好几年了，一直瞒着他，不敢告诉他，就怕影响他学业。可他呢，过年带着他女朋友去周游世界，还骗他们家人说他在实习。我已经成年了，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一生，哪怕是穷困潦倒。你说的对，你已经超过18岁了，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生活费、学费最好你自己解决，记住。你回来，这边。是。你宝贝儿子刚走。今儿早上我出去办了点事儿，我不是因为他不听我的才对他搞经济制裁，这孩子太不懂事。您是说黛西给嘉豪出主意，让您跟陶月离婚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您先别急嘛，这样我马上到律所，我问问黛西。你不能总护着黛西吧？
您当年也是这么护着我的。哈，你承认你护着黛西了？我这是爱护的护，不是袒护的护。如果说黛西真的这么做了，我马上让她收拾东西走。可如果万一是嘉豪理解有误呢？所以您别急，我先问问他，好吗？让黛西到办公室来。他已经被何塞炒了，什么？就因为他得罪了封印？他得罪封印了。谁跟你说的？封印跟你说的？怎么说的？封印想把他炒了。没有。那何塞是为什么呢？他失控了，黛西就撞他枪口上了。其实黛西就是堵了枪眼，你都没看见今天何塞跟疯了一样。幸亏咱们国家有枪支管控，不然的话，如果谁给他一把冲锋枪，现在办公室已经横尸遍野了。这是谁搞的？从小学同学写起，怎么不从幼儿园写起？何塞搞的，神经病！所以我跟你说他疯了呀。我看暂时还是不要让他再管助理了，那让谁管？哪怕你先接过来呢。丽娜，你在开玩笑？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？你今天根本没有在场。我不用在场。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作一次，几乎每个月一回。这次是100年不遇。你跟他认识100年了吗？为什么我最近不管说什么，你都要呛着我呢？我不是要呛着你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女朋友，没有家，没有孩子，他只有工作。如果你再不让他管助理，他一点存在感都没了。那你就是打算袖手旁观了？要不要我现在跟黛西说，让他明天来办正式离职手续？我只是说不能不让他管助理，并不代表我袖手旁观。通知黛西明天照常上班，何塞没有资格开除他。我已经这么跟他说了。谢谢。但是何塞也说了，这次他绝不妥协，他和黛西必须走一个。坐。怎么了？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今天我们做个交接，你接替我的工作，我指的是职位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看我？我指的是对我这个人。良师益友，发自内心的，真的。良师益友，我对你们来说是良师益友，对我的家庭呢，我是什么？嘉豪这孩子啊，嘉豪这孩子恨我，他认为他妈妈生病也有我的不是，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妈妈。生病有很多种原因，比如说遗传基因，还有说实话，陶月嫁给我，确实是非常辛苦。嘉豪啊，他问我，他说：“你说你对我妈妈好，好在哪儿啊？你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。”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您这嫌拍婚纱照太俗气。我也是这么跟嘉豪说的，可是他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：“你嫌结婚照俗气，你干过什么不俗的事儿？你除了工作，你带我妈妈去国外旅游过吗？你陪我妈妈逛过街，买过东西吗？”那是因为您一直在工作，您一直在为了支付这个高额的医疗费，在工作。陶月他生病啊，是这几年的事儿。在没生病之前，我真的是没有好好的陪陪他。
您确实太忙了。所以我决定离开律所，好好的陪陪陶月，要不然我怕真的来不及了。您可以请假嘛。比如说律所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的时候，您回来。平常您有在家里陪陶月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。要是这么做，对律所不负责任，对我的家庭也一样。我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，我不能总对陶冶说对不起，律所里有事儿。不行，欠陶冶的是一定要还的。我已经和主要的几个合伙人啊都打过招呼了，他们对你接任没有什么意见。管委会在小范围里边已经做了调查，你的呼声很高。从今天起就是现在，你先干起来，人事部门走程序，同时进行。恭喜你。恭喜你，罗宾主任。我希望全景在你的带领下风生水起，蒸蒸日上。来吧。好好干。我今天就先回了。我那办公桌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哪天啊，你吩咐个人给我送到家里就行。放心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律所今天之所以叫大家都过来呢，是想要群策群力，大家把所有遇到的这种诈骗的问题，通通反馈给我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统一去上报。他们不是咱们客户，的流程可能会是来投诉保健品的。黛西负责接待一下。保健品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我不管了，在吃之前以后就是你负责了。或者说是购买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长江后浪推前浪。祝贺。祝贺什么？你知道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蛛丝马迹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让大家知道？我想恐怕程序上还需要一些时间吧。是你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吧？喂，你看了吗？我让丽娜给你了。我看了，我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那就没问题了，先搞定了。那王丽，她正在来的路上。你确定她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吗？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搞定王丽的？我威胁了她。威胁？威胁之下签署的协议是无效的。我骗你的。那实际情况呢？你就不用知道了。我必须知道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使用不恰当的手段搞定对方律师，对方律师如果到律协投诉的话，我们律所会受牵连的。我保证是恰当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我需要知道，我必须知道。我没骗你。王丽呢，就是想在你姐面前表现一下，刷个存在感而已。所以我就跟她说了，她可以到咱们律所来上班。我跟她提过同样的建议，
他为什么没有答应呢？你提不成啊，他跟你有过节。我说我姐原来打算成立家族信托事务部，后来各种原因，我姐就走了，这块业务我打算接过来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他一起。他来做高级合伙人，我不可能答应。封印会答应的。你问过封印吗？有时间吗？你说现在？你如果时间紧，我就长话短说。不，请说。我刚从我们客户那儿回来，今天早上我找过你们家罗宾，他跟我说放心吧，我就真放心了。回头我们客户就给我来电话说网上炸锅了。你们家罗宾这样做特别不好，他如果要告我们家客户没问题，告诉我，我也告过你们家客户的，咱们常来常往，这就是咱们的职业，对吧？你说的是上次那次事儿吗？我指的是玲珑美食。不是玲珑美食，你们两家不是达成和解了吗？不是玲珑美食。说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让他告，他可以告，完全可以告，没有问题。但他不能信誓旦旦对我说，我不会针对你，不会针对你的客户，绝对不会告你们家客户。转眼就把这件事情给我捅到网上去了。罗宾可不是这种人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撒谎？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可以去问问他。罗宾是针对的你哪个客户啊？我给你打个电话。7家集团旗下的7家长寿俱乐部。要我提醒你吗？要不去齐海东。去。我知道，这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个客户。当年就是为了这个公司负气出走了，是吧？我是出走，但不是负气。啊，对不起，我给罗宾打电话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说。喂，老大，你什么指示？哎，罗宾，佳敏他们公司那个案子是怎么回事？你大概给我介绍一下。啊。我大概清楚是怎么回事了，关键是你以后怎么处理啊？我想让黛西先去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我的意思啊，到此为止。行了，我挂了啊。我不是因为齐家是我的客户就不让他告。哦，我知道。我也告过你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是针对我吗？我是针对你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想利用这次机会，好好报复我一下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给罗宾打电话了，在电话里说这件事儿到此为止。我了解你，当着我的面儿，你给罗宾打电话说到此为止，我转身一走，你再给他个电话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形象吗？还是美颜过呢。夏明，我承认，我是个工作狂，是名利狂。我们说个中性的说法，我们那时候都年轻，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事业心都太强了。所以，我们才会有今天啊！你我才会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人这一辈子，除了工作，还有事业，还有其他很多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。不能因为自己为了做成一件事，
就伤害了很多人。其实没有这个必要。我再也不会做那些蠢事了。好，这事我知道了。这件事情啊，你先继续调查，但是不要声张。即便是把事情弄清楚之后，也不要告诉别人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行，那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我就说我还在了解情况。对，你就往我身上推，就说我还没同意，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。可是刚才有好多老人还有家属，他们加了我的微信，留了我的电话。那如果他们问起来，一样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还要向领导汇报，等待领导的批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儿吗？其实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想要跟您探讨一下。那为什么一直没说呢？因为涉及到您的家人。我姐。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挺同情罗七姐的。那什么时候不同情了呢？也不是说不同情吧，只是我觉得，她不应该动不动就不让季瑜见小安吧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小安的后妈在告她的亲妈，两边的关系非常紧张。请问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是我，我不管怎么做，我都不会不让她见孩子，因为孩子是无辜的。黛西，你记住，每逢当你想评论或者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和你一样幸运。了不起的盖茨比，我看过这本书。那你怎么还会有随意评论别人的习惯呢？兰兰，请你去一趟大会议室。他跟你学坏了。我。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签了吧？等一下，我再看一眼。就是我给你发的那份。我知道，我再核一下。为什么不等我？大家不知道你要来。你既不是当事人，又不是当事人的律师，为什么要等你呢？他也不是当事人，他也不是当事人律师，他为什么在这儿？何才老师，本来蓉蓉的合同应该给你看的，但是我们突然遇到了你父亲离世。在我的家庭教育中，生死都是小事儿，只有工作才是唯一的天大的事儿。哎，这是一份不应该被签署的协议。蓉蓉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份离婚协议，我已经给你们起草好了。啊？我们出来说两句。不，有话在这儿说。何在，我知道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。我们正在说专业的问题，不要谈跟专业以外的事儿。蓉蓉现在是孕妇，她需要照顾。
我们国家法律规定，妇女在怀孕期间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。但是孕妇她本人可以提出。我的意思是，国家之所以规定男人不可以在妻子怀孕期间提出离婚，是对妇女的保护。但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生活，不是保护。这种男人怎么了啊？一个男人看见自己的亲生骨肉遇到困难了，袖手旁观就是个好男人啊？你跟季玉已经离婚了，他是小安的爸爸，他给你的钱是从他现任妻子这儿偷的。哎，你说的不对，偷在法律上叫盗窃，盗窃罪构成的要件之一是他人的财产。蓉蓉和季玉是合法夫妻，季玉有权支配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，所以不能叫偷。季玉，你如果不介意，我可以看一眼你的离婚协议，至少你们共同财产中有一半是属于你的，不管这个钱是谁挣来的。你们男人现在都这么渣了吗？哎，他在跟你谈法律，不能因为法律条文不利于你，你就说对方是人渣。你们是干嘛来了？这是和解还是来吵架来了？啊，大律师们。我觉得罗琦说的有道理。我们大家首先应该先冷静下来，不要感情用事。婚姻不易，不要动不动就离婚。离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。我希望今天在这个屋子里的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所有人，不管最终做出了一个什么决定，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，我们都不后悔，不遗憾。所以现在，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，我们先来确认几件事实，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来确认一下，可以吗？好。第一件事情，季玉给了罗琦一笔钱，是为了帮助罗琦母女渡过难关。无争议。第二件事情，蓉蓉起诉罗琦，让罗琦归还季玉这笔钱，因为他认为这笔钱是他跟季玉的共同财产，而季玉怎么支配这笔钱，应该得到他的同意。无争议。第三件事情，罗琦因此起诉季玉，剥夺了季玉对孩子的探望权。事实无争议，但是做法欠妥。那怎样才算正确呢？您示范一下。我前夫的现任妻子在法院告我，我呢每个星期还要带我的孩子去见他，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啊？再说了，孩子会不会问爸爸，这个在法院告我妈妈的女人是谁呀？这个阿姨为什么要跟我爸爸结婚在一起啊？那到时候让他爸怎么回答呀？所以我的建议啊，就是你们先办好离婚手续啊，只要你们两个离婚了，这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啊。以后你们自己赚的钱自己花，有困难都自己解决。如果有困难愿意帮忙，那算情分；如果不帮，那也不用勉强。何塞，你给出的这个建议，别人不说，蓉蓉都会恨你的。为什么？你看她，你真的以为她哭成这样是因为钱吗？是因为她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，她还爱着他。王丽姐，请你们先到我的办公室去稍等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好吧。兰兰、何塞，请你们二位也先离开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不能让我的当事人留在这儿。我也不能走。他可以跟你换一下位子吗？嗨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罗宾老师他今天晚上跟以前不大一样。是吗？我知道为什么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哎，你真不知道吗？
我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坐。啊？坐下。为什么？罗宾啊，要当你们所老大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不对，那封印呢？封印保留一个虚职，当顾问什么的。廖佳敏跟你说的？不是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？我一律协的朋友告诉我的，说封印已经跟他说不干了，马上交给罗宾。这个事儿呢，你们内部管理委员会的一级别人几乎都已经知道了，只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，再走程序。哎，那这事儿罗宾他自己知道吗？那肯定知道呀，那他要不愿意的话，那谁能勉强他呀？所以说，现在对于罗宾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先坐稳了。你那个保健品维权的官司吧，不确定因素太多，这也怪我当时太冲动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是认真的，我当时是太气愤，可现在冷静下来想想吧，这个案子难度是挺大的，也比较繁琐。既然罗宾说让你别管了，你就别管了啊！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麦飞，你还记得当时你为什么会气愤吗？我记得。你当时来找我，我本来可以不管的，可是我后来又管了，是因为你告诉我说他们在害人，而且还会害更多的人。是我说的，那我当时是有情绪，我现在是为你们着想。那中国有那么多律师呢，他们可以找别人啊。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。如果大家都把简单的挑走，把难的留给别人的话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你看，你那愤世嫉俗那劲儿又上来了。我卖咖啡的时候比现在更加愤世嫉俗。那个时候我看不惯很多东西，我尤其看不惯的就是律师收了钱替坏人说话办事儿，对吧？没错，麦飞，你明知道齐家他们卖保健品是在害人啊！你还想让我做什么呀？我要证据，我要更多的证据。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。你别误会啊，那毕竟我们所是他们的法律顾问，那他们是我们的客户啊。那律师无论如何不能出卖自己的客户，对吧？行，我懂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在你面前提到他们家的事儿。你看，哎，我错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在你面前提到你们家的事儿。哎，何塞来上班了。他父亲不是刚去世吗？我骗你干嘛？他和罗宾都在会议室，一屋子人。咱们要换主任了？啊？换谁啊？猜的。小美说他们都在会议室，那你想，那得是多大的事，能在自己亲爹刚走就来律所？行了，你别装了，你肯定知道。不知道猜的。黛西，是不是你们老大要上位了？什么呀？那会议室一屋子人，你们不认识啊？我就说一屋子人，但没说那些人是谁。高峰直接就联想到换主任了。猜的嘛。是。季玉瞒着你，给了他前妻一笔钱，是他做的不对。他应该提前告诉你的。他如果提前告诉了蓉蓉，蓉蓉不答应，那么这钱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啊？难道你是怕我反对，才不跟我说的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他不是不考虑你的感受，是因为他不想变成自己曾经憎恨的那种人。蓉蓉，我猜季玉一定没有告诉过你他跟他父亲的事情，对吧？季玉，你应该告诉他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季玉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。在他上小学的时候，他需要交学费、交学杂费，他的母亲都让他去跟他父亲要。可结果呢？他的父亲一直在推三阻四。行了，罗宾，行了，好了。
蓉蓉，我就是不想小安变成当年的我，我不想他鄙视我、恨我，像我恨我父亲一样恨我，不想他这样。就算后来我知道我父亲当时有难处，又怎么样？所以，我只是在很努力地尽一个父亲的责任，我想做一个好父亲，别的我什么都没想。如果蓉蓉我真伤害你了，我真心的跟你说对不起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原谅我。谢谢。那你负责让蓉蓉撤诉，那你负责让罗琦撤诉，一言为定。哎，那笔钱怎么办？你既然帮蓉蓉看协议，那你也应该看过那份保密协议吧？我看了，但是我坚决反对由你来付钱付给蓉蓉，没有这么解决问题的，这样违反了我的原则。罗琦不是外人，她是我姐，我们手足情深，那也不行。你就这么想，就当是罗琦跟我开口了，我给了他一笔赞助款。我不同意你们这样解决问题，亲兄弟都要明算账，亲人之间就应该学会算账。不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让罗琦拿出这笔钱，这是不现实的，他没有。我有说过让罗琦还钱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蓉蓉已经商量过了，蓉蓉说不要这个钱了，这对蓉蓉不公平。我觉得这一笔钱应该算作投资款。投资？如果房子将来卖了的话，后增值部分应该按照投资比例，季玉和蓉蓉都有份儿。那如果这房子不卖，他们一直都住在里边呢？如果不卖的话，那就算作蓉蓉和季玉给小安的抚养费。那等小安长大了以后，也有义务赡养他的亲爹和他的后妈。有问题吗？我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。我去打印新的合同，你们俩各自说服各自那边的。谢谢你看过的，不客气。你也早点回去吧。我为什么要早点回去？你父亲刚刚过世，所以我要化悲痛为力量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，我会跟你说的。那你父亲的追悼会，我父亲不希望别人打搅他。
好意思啊，那个打搅你们下班了，但我真的特别着急。常胜呢，他希望我尽快能够签，所以我就给黛西打了电话，想让你们帮我看看。这份协议是谁起草的？就是他们那个法律顾问，就那个楼上的，好像叫麦飞啊。这上面有一个净身出户条款。是，那个呀，是常胜为了让我放心，他说如果结了婚以后啊，因为是他的缘故提出离婚，他就净身出户，所有的财产都归我。这是无效条款。啊？为什么？黛西，你跟他解释一下。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，公民有婚姻自由的权利，既包含结婚自由，又包含离婚自由。我听不懂啊，这个净身出户跟婚姻自由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你剥夺了他的离婚自由权。我没有剥夺啊，那是他自己承诺说，如果说他违约了，他就净身出户啊。以协议的方式要求放弃全部财产作为离婚的条件，本质就是限制了公民的离婚自由。可是我女朋友的老公提出离婚就净身出户了呀。那是她老公自愿净身出户，但如果协议不成，打到法庭上，这种净身出户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无效条款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建议你换一种表述方式，比如说签订一份夫妻忠诚条款。这有什么区别啊？这当然有区别了。婚姻法明确规定了，夫妻双方应该相互忠实、互相尊重。如果我们签订的是忠实协议的话，那就是符合婚姻法的立法精神，是建立在夫妻双方原有感情基础上的进一步信任，是可以约定自愿接受惩罚的。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说是签的忠诚协议的话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愿的；但如果签的是净身出户的协议，那就涉嫌说我剥夺他离婚的自由，是吧？差不多是这样。那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改一改？我们修改一份协议的费用是2万元。这么贵？您没有预约，而且是在我们下班时间来找我们，要求我们明天一早就给你，这个费用不算贵了。可是帮常胜他们起草这个合同的那个律师，他们才要3000多，你们这改一改就要2万。可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份协议，受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止这2万。那个，我再想想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再仔细看看，我再仔细想想。打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浪费你们时间了。我一有消息就给你们打电话。好，耽误你们时间了啊！哎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猜他一会儿回去以后啊，肯定会律师你刚才说的，自己写一份忠诚协议，直接把这2万块钱省掉。那岂不是双赢？我们赢在哪儿了？赢在时间。时间？律师出售的是什么？服务提供的智力成果是时间。你好啊，谢谢。这儿的菜都好贵啊！我请你啊。那就你点吧，我不大会点菜。要一份你们这儿的双人套餐吧，请稍等。其实我一直想谢谢你，
要不是你说服我放弃告王慧珠，我跟长生也走不到今天。这只是我的工作，是罗宾让我说服你的。我还记得那次你跟我说，让我仔细的想一想，在我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这么想要告王慧珠？对，我还记得，我当时还问了你一句话：多年以后，你会不会为你今天做的事情而后悔？这句话我不记得了。你就只记得你自己想记得的？人不都是这样，你不这样啊？我不啊，我记性特别好，我什么都记得。你那天走了以后啊，我仔细的想了一想，在我内心深处，与其说我想要告王慧珠，不如说我最想要嫁给长生。王慧珠怎么说我不在乎她，我想要的是长生的态度。我之所以想要告他，也是想要长生给我一个态度，所以我就认真的跟他谈了一谈，把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了他。后来他说他会给我一个答复，他会告诉全世界人我在他心里的地位。所以你们就做了交换。什么叫交换啊？是交心。对，交心。长胜呢是个有信用的人，我也是，所以在官司结束之后，他就向我求婚了。哇塞，哇，恭喜啊！其实我一直想请你吃饭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整个婚礼的筹备需要做好多事儿。今天呢，在下班之前，我收到了一份协议，长胜告诉我说是他们董事会一定要我签的。其实当老板的也挺不容易的哈，像我们普通人一般来说只需要父母同意就行，他还需要董事会同意。我知道我今天可能找你们找得有点太匆忙了，罗宾律师是个大律师，而且又这么的忙，但我真的是有点着急。你是怕长生他改变主意，夜长梦多啊？那倒不是，我最主要，其实我是怕他等不了。哇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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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，谢谢。你看啊，我知道，其实很多大律师有很多工作是你们小助理在做。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只是辅助性的。我只要你辅助性的就行啊。啊，我当然不是舍不得那2万块钱啊，我是觉得说像罗宾这么大的律师，我这么小的事儿，我觉得杀鸡不用宰牛刀啊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杀这个鸡？或者说，我改，我把这个协议改完，你帮我看，行吧？那你改好给我，我帮你看一眼。要不咱们现在就改吧？现在啊，你说我改好吗？你看啊，我想着说我的婚礼我一定要你去，因为你是我的恩人啊，没有你我不可能结婚的。我婚礼呢就在几天以后，我过生日，那就只有7天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哦，因为我们签过合同，合同上有你的身份证号。你背我的身份证号干什么？因为我过目不忘。等会儿。你看一眼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们刚刚看的菜单的第1页，菜名还有价格，你可以对一下。你是扫描仪呀？哎，你记性也太好了一点吧！我真的太崇拜你了。我这个人就记性不好，记性不好也挺好的，可以把那些不该记住的事儿都给忘了。也对，也对，就有的时候吧，我现在发脾气，我一会儿我就忘了。我妈老说我没心没肺的，说我这个人啊容易被人骗。那我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我都多问问你。
你说呢？如果你真要问我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着急的去签这个婚前协议。哦，我要是不着急呢，你今天也不用加班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我猜对了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签婚前协议，就应该让2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才行。不用这么麻烦啊！常胜说了，哎，不管我怎么改，他都签，所以改吧，你帮我一下。打扰了，您的菜。哎，谢谢。咱们这样，咱们先吃，吃完再改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是，算了，我还是先帮您改了吧。哎，你有没有电子版啊？我电脑上改的可能会快一点。哎，我有，我发给你啊。不好意思。哎呀妈，我真是求您了。何赛老师好像也喝这个吧？好。你看人家高峰，为了跟何赛老师保持一致，咱们做律师的啊，要注意形象。减肥的常经茶。减肥的，哎，你够瘦了，你不用减。我们的形象差。干嘛？走了，开会了，赶紧走了。哎妈，那边叫我呢，我去开会了啊，咱晚上聊啊。哎，好嘞。怎么了这是？我妈，天天给我找事儿，7大姑8大姨，各种免费法律服务。我们家也是，我妈还跟我说，找律师一定要找自己认识的。哎，那要是家里没有干这一行的呢？那就找熟人介绍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幸好是律师，我舅舅医生，街坊邻居头疼脑热、发烧住院都找他，那一天天的，咱们就别抱怨了啊。是，其实咱们没什么可抱怨的，咱们律所连罗宾和何塞在内都不能免诉，家里人说低了就低了，又不能谈钱，又得随叫随到，不管大事小事，占理不占理，咱们都得去。何塞老师，你们最近特别闲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啊，我最近在忙一个保健品的案子，您吃吗？啊，不吃。具体说说。不过什么？保密啊？罗宾不让你告诉我，还是说你要去请示罗宾才能告诉我？不是的，您误会了。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案子，罗宾老师他还没同意我做呢。为什么啊？可能跟龙科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那个保健品是龙科的客户啊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做啊，他不让你做，我让你做。何塞老师，不用写。你拉我！我指天发誓，我真没有这个主观意思。何塞知道你要当主任吗？还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他还不知道？感觉。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在正式公布之前先告诉他一下？主要是他父亲刚刚过世，我想缓一缓。你们在议论什么？没议论什么。我去接个电话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你们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没有。那为什么我一来，丽娜就出去接电话了？她有工作，你听到她的电话响了。好吧。你为什么不同意黛西做保健品的案子呢？我是觉得像这种案子，我们必须要慎重，否则被对方抓到把柄，告我们一个损害商誉，可就麻烦。如果你有顾虑，我带着黛西一起干。何塞，我是觉得像这种案子，起码不能大张旗鼓。你是说不要打草惊蛇？对不起，打断一下。我得马上回去一下，我们小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打起来了，我是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。为什么打起来了？物业要卖小区的车位。我陪你去。我也去。不用，又不是打群架，你忙你的。黛西，那个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怎么了？你那个保健品的案子，我有可能帮得上忙。
因为我有个医生朋友跟我关系特别好，他早就跟我说过，这东西全是骗人的。那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你那医生朋友？当然可以啊，就是你看能不能让我跟你一起做这个案子？我当然欢迎了。只是啊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啊，我特别喜欢做这种案子，没有钱都愿意。不是这个原因，高峰。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案子它最后会怎么样。你要是知道结果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就喜欢做有挑战的事儿。何塞叫你，叫我？对啊，他说让你带上保健品的案子。谢谢你。我跟罗宾说过了，他同意我来负责这个案子。跟我说说，到什么程度了？这个案子呢，一开始我是从麦飞那里知道的，然后呢，现在有好多老人，他们都陷入到了这个案子当中。哦，对了，我在会议室的时候，各位，听我说，不要太激动，今天事情一定会圆满解决的。我们请来了京城著名的物权法律师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朱晓荷律师，来，有请。大家别着急，听我好好说一说哈，我们把道理讲清楚。你们华景小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由华景公司出资取得的，华景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。根据物权法第142条的规定，华景小区建筑区划内规划的地上停车位，应当归华景公司所有。激动没有用，吵吵也没有用，以法律为准绳。我有一点不太明白。你们凭什么要让业主购买停车位，否则就不允许大家停在这儿呢？是这样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，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后，可以向业主出售车位车库。对，我们这是有法可依的呀。那么，请问你们这个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是否取得了呢？我可以这样回答您：当年我们这个小区是验收合格的。而且你们现在享受的绿化面积是超出了原有规划的绿化面积，你们占了很多便宜。开发商建设小区，验收合格是你们开发商应尽的义务。而且绿化面积超过规划绿化面积，这跟停车位的归属权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。在小区前期开发的时候，我们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，这块地都是我们的。你们支付了土地出让金，成为建设使用权人，但是随着房屋的出售，这个土地使用权也应该随之转移。所以，土地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应该归业主共有。对，应该就归我们。请问您是业主吗？我不是。你不是业主，那你跟这起什么哄啊？我们这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沟通，来，保安，他是我们请来的律师，他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。没错，我是你们业委会主任丽娜小姐请来的律师啊。你说这后着。而且我已经了解过了，你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登记，所以你们也不能出售。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谈不拢的话，就只好走诉讼程序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都是法律人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果走诉讼程序，你的客户除了浪费一大笔律师费之外，你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。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权利，当然，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要提醒你的客户，有的诉讼完全就是浪费司法资源。好，没错，像你们这律师啊，在这地方讲道理都讲不通，那到了法庭啊，更没戏了。